Coinbase 首席财务官哈里斯将接受加密货币捐款。CME 美联储观察，美联储9月降息50个基点概率突增至 45%， 在前景明确的前提下，美联储可能会采取一些比较激进的行动。ALEO 披露，激励计划空投对象包括大使计划等参与的用户。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这里是加密阿尔法，很高兴能够为大家带来每日的空头资讯分享环节。那么现在是新加坡时间的2024年9月5日周四下午的4点41分啊。万众瞩目的 Glass 终于是开放了空头检查资格，相信大家在凌晨的时候就收取到了我的通知，并且第一时间去查询了，可能结果不尽如人意啊，因为此次分配的标准揭示了早期参与者们的红利。那之后参与的话，是因为人群的涌入，蛋糕本身它就这么大，所以导致分到的会比较少。在这里我们简单说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引用一张图例的话给大家拆解一下。首先，什么是 FDV 啊 ？FDV 的话，它是完全稀释估值，是加密货币领域的一个指标。它表示如果一个加密项目的所有代币都在流通中的所有总价值，从而提供了该项目潜在市场价值的前瞻性视角。另外要说的是，本次的空投代币总量是10亿啊 ,10% 的话会用于此次的空投，所以最终的空投数量并不是取决于我们页面上的这个数据，就是你查询到那个空投的数额来决定的，但是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大差不差的。如果不信的话，你在那个数额当中后续了，然后有星号，我会说的比较直白一点啊，你大概率是被女巫了。那我们再次回到这张图例当中啊，那么根据不同的完全稀释值啊，那么对应的不同的市值的话，它会体现出不同的一个价格。如果我们持有1000的 Glass 的相对应的代币，那么也只有在估值到达1币的时候，它相对应的币价会在 EU， 也就是说我们1积分可以兑换成 EU， 是实现1比1的等价兑换。但我觉得不会，因为其实我们再去说到下面一个点啊。Glass 最终币价的走向，我觉得最重要一点还是来自于 Glass 自己本身，希望它能够争点气，上一些大型的交易所，本身加持了如此多的用户，也是 DePIN 的第一赛道，理应上来说的话是应该上锁的，那么币安肯定是最好。最后说一下我的预估价，如果不上锁的话，我觉得 0.1U 应该是已经撑死了，如果上锁的话，我觉得应该会在 1U 以上，那么具体的价格也是具体分析，不过以上也仅仅只是我自己的个人思考。那我们来到 Moon Protocol 这一个屌毛项目啊，那么这个项目的话也是 POA 选手啊，老 POA 了，大概是 POA 了好几个月，然后最终是在今天的时候开放了此次空投的一个领取这个查询，也不算查询吧，它实际上已经把具体的数额已经通报给你，但是目前反映的情况就是很多人数额太小，他就是把这个币提出来还不够那个 gas 费的输出的。那么同时的话，如果你不幸跟我一样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页面的话，那我给大家拆解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的资格啊不够，就是有任何一项目标是没有完成的，它这里以下任何红色的条件成立，这个账户就会被排除在分配之外。那我是就关联了那个 Steam 啊，我 Steam 使用的时间不超过10小时，所以导致我此次是没有资格的。那我后面把这个取消掉，但也没有用了，因为他的说法是我们会将所有的积分转移至第2赛季，就这个屌毛项目还要转移到就还有第2赛季，谁会去做啊？就是分到的东西，就大概我跟你说一下，我们群内当中的话有一个20多万的话，分到大概是在30多枚相对应的 Moon 的代币，目前场外是有价格，确实是没错，但是你提取出来的那个 gas 费就要好几刀，所以等于说这个项目的话，你坚持了这么久，然后得到的价值甚至就是没有，我就直接这样说了。然后他此次空投分配的这样一个标准，我觉得应该也不是依据我们这个分数得来的，我觉得它可能是有依据，但是不会占比那么大，更多的应该是你的推特的徽章的稀有度，以及是 Steam 徽章的稀有度。很可能是通过这两个占据了一个比较主导的空投分配的份额，那不然的话大家都是这么多个，就是20多个、30多个这种类似的，就不会超过100个的。
但是它总的代币量又这么大，那剩下的那些代币都去哪里了呢？我觉得很大程度上的话就是反正它是一个反撸项目了。那么以上就是我具体的一些说法。至于它第二赛季要不要去做的话，看各位观众老爷吧。如果他好在了，其实怎么说呢，就说的稍微给这个项目留点情面吧。好在他这个任务的话都是可以假做，就是直接点一下就不用去做，也是能够完成的。还有一件事情我忘记了，既然把那个 Moon 就是骂了一遍，那这个的话 Xcoin 就是那个 NEBX 我也要再骂一下。他这个因为他知道自己吃相比较难看所以他把那个 NFT 就是具体的那个就这个图让了，他收回了。收回的话，原先本来是已经来到了 90% 的进度的话，现在已经重新调回至 65.87% 了，所以距离到空头的最终稀释的话，应该还需要等待2-3周的时间，甚至更久。那具体的时间的话不是我来定的所以具体还是要看它这个进度的分配比。OK， 那我们来参与一下 A16Z 领投融资6000万的 Expresso 的测试网教程那么也是作为我们本期这支影片的中心部分。过多的废话我们就不给大家说了。那具体的一个融资情况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去查询一下。那作为 A16Z 投资的6000万这个数额还是非常之大的首先我们要先去在第一步要先完成一下领水。领水的话，领取的话是 Sepolia 的测试代币这里的话，领水使用到的网址会贴在视频的简介书当中。因为我发现好像会有一些新的观众去观看我这样的一期视频因为我发现每一期视频都有一些新的观众，他会问比如说领水的地址在哪里或等等类似的。那么我们再次给大家说明一下，领水的话这一个免费的，应该它是对你账户的话应该是没有任何的要求，它只需要登录你的 Google 的账号，然后这里是其中一个那么再一个的话是他自己贴出来的，贴出来的话是一个我们日常当中用到最多的了。他同样也是要去登录到自己的 Google 的账号，然后进行一下人机认证，认证完成之后的话，把自己的地址，小狐狸钱包的地址，这个地址复制到这个方向上，然后进行一下粘贴就可以了。那么也都是比较简单但是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个大全吧。它是整合了所有的 Sepolia 可以使用到的一个领水网址。那你如果都不能去做的话，你可以在这个网页当中进行尝试。除了这几个红色调的不能用之外，其他的话你都去尝试一下。那么领完成之后的话，我们去相对应的点击到这个链接，然后连接一下我们的钱包，支持到 MetaMask 或者是 OKX 它这里 OKX 没有贴出来，不过没关系，你点击 MetaMask OKX 会弹出来。在这里，如果你是作为币圈新人，还没有注册全球最大的2个交易所，一个是币安，一个是 OKX。注册之后的话，不仅可以享受到全网最高手续费减免的优惠，也可以享受到对应的数字盲盒以及体验金的奖励。相对应的链接的话，我们会在视频的简介处贴放给大家，欢迎大家的使用。登录完成之后的话，我们根据它下方的指示，我们来一步步去做。首先要点击一下 Bridge 这样一个请求，那么对应的页面的话是在这里点击一下。它这里需要我们去做的话，应该是要 copy 一下我们的这样一个命令因为在后续的程序当中会用到。如果你在这里 copy 的话，是那个会担心遗忘的话，没关系，我们可以新建一个备忘录，然后就拷置在备忘录上面。然后这里是具体的一个拷贝的情况，如果你担心那个拷贝不成功的情况下。那这里我们再看一下后续的步骤，刚才的链接之后点击图上的指示，添加一个新的测试网络，我们把这个图片放大，我们点击一下蓝色的这一个链接那么对应的话会来到这样一个页面当中。那么根据它的操作步骤来，首先第一步的话是点击一下 Bridge， 那么对应的话它其实应该是已经跳转到对应的 Bridge 的页面当中。那我们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再去点击到它一次。然后这里的话是去 From Sepolia， 那我们这边去筛选一下。首先要先去连接一下自己的钱包，那么再次进行一下申领。然后这里的话是 From Sepolia。如果在一开始没有找到那个 Sepolia 的网络情况下，没关系我刚刚是忽略掉一个步骤。它这里的话点击一下这个按钮，然后进行一下选择 Sepolia， 那它其实就不用你来首选了，它自动会选择第一个。然后这里的话需要进行一下添加。然后这里的话会有一个我们刚刚复制的内容复制进去就可以了，比较简单如果你不知道那个的话，我们再从这里进行一下那个 copy， 然后点击到添加，
这里的话等待到它这个确认应该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应该就是成功了。然后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刚刚选中的那个添加的网络，网络的名称应该是 Orbit 的这个网络。那这里的话我们去先把它划掉，然后 Sublia 对应的这个网络选择到这里，它这里的话是对应去转一些，就进行一下 swap 啦。这个应该比较简单，我们考虑到 Sublia 代币的话会比较的难，就是难拿到，我们给到它比较少一点，比如说 0.2 就可以了。然后这边的话进行一下对应的桥接，这里点击一下这个按钮，然后等待到 OKX 钱包弹出一条付费资讯。这里我们要去认真核对一下它扣除的是什么代币啊？那么很明显是 Sublia 的 ETH 代币，那这里我们进行一下确认就好了。然后等待到它这里，那这里的话是我们所有进行到 Swap 的这样一个怎么说呢，就是状态栏。另外，如果你想要查询到你的当前的订单的话，你可以在这里 See Details 这边会有你一个详情的单数。我们目前是需要进行一下等待，然后我们再来拆解一下它后续的这样一个教程啊。它是先不要管这些文字，我就直接跟你说一下是大概什么意思啊。我们把这个页面先关掉，然后实际上意思就是说，我们刚刚不是从 Sublia 就是桥接到它这样一个测试网络下面吗？对吧？我们对应的把这个箭头改一下，从这个测试网，然后再桥接到 Sublia。目前它这个 balance 显示的余额是0，是因为我们上一笔的订单还没有完成，它这里还是显示 pending 的这个状态。等待它完成之后，相对应的 balance 会有余额显示。我们再把对应的低于余额的数额，然后桥接到 Sublia 的网络，这样算是一个完整的交互。那么也是它这个文字所展现出来的内容。OK， 属于我的教程就已经结束了。那么接下来是各位观众老爷的自行实践。然后既然选择做了，就要把它做好。同时的话，我们有频道当中啊，就视频简介当中也有一些其他的项目。比如说像那个 Telegram 的一些 Bloom 啊，或者是仓鼠游戏啊，或者还是要去日常交互的，包括羽毛，就 PLUME， 我们之前有出过教程的啊，每日进行一下签到，然后进行一下质押，做一些简单的任务就可以。另外要说明一下，9月的话，你确实能感觉到这个月不太一样。首先在月初的这几天的话，就已经有很多的空头进行发放了，所以不妨去期待一下。那么这里是加密阿尔法，我们下期视频再见。